于是楚风看向少年，少年，你花茶的这配方能卖给我吗？您真的这么喜欢啊？那不用买，我送您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有些耗时间，还有就是需要用我们家祖传的茶叶和花才行。茶叶我倒是带了，但是花要自己种，我没带种子。这样，您若不急，便等一等，等我将这一桶花茶全部送掉，或者3个时辰后，您随我回家取。少年表现得非常热情。行，楚风点了点头，反正暂时也没什么线索，况且也许这少年就是线索。该怎么称呼您呢？少年问。我叫楚风。楚风道。楚风这个名字好耳熟，那我叫您楚大哥吧。少年道。你呢？你叫什么？楚风问。我姓黄，叫黄灿烂。我妈妈希望我像阳光一样灿烂。我还有个哥哥叫黄云霄，我妈妈希望我哥修武一途，直冲云霄。少年说话的时候还用手比划，精力无限。对了，楚大哥，您是也会修武，还是纯粹的戒灵师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与楚风同名，就是那个7届圣府府主的外孙，如今修武界的第一天才。提到这里，少年捂着嘴巴，凑到楚风耳边，小声道：“你知道这祖武戒宗遗迹是怎么没的吗？”怎么没的？楚风问。我听闻就是那个楚风夺走的。少年道。你听谁说的？你不会听这里的人瞎说的吧？楚风问。因为这里聚集的人多，难免就有坑蒙拐骗的事。关于这祖武戒宗遗迹的消失，有不少人在胡编乱造，各种离奇的故事都有。对啊，是前段时间听一位老人家说的，他说他亲眼看到的。少年道。这你也信？楚风无奈。虽然半信半疑，但仔细分析一下，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。毕竟那楚风神通广大，连7届圣府都不怕，连脉之本源都认主于他，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呢？而且祖武戒宗是戒灵师的传承，他应该很想要吧。我听闻图腾天河的那座祖武戒宗遗迹就是被楚风拿走的，而且是从7届圣府的手中拿走的哦，他简直太厉害了。都说戒染清大人厉害，但我看这楚风大人更厉害。戒染清大人当年是被7届圣府护着，楚风则是和7届圣府对着干，和远古种族对着干，而且他没有依靠，就凭自己，简直太帅了。提及楚风，少年双眼放光。谁会不喜欢被夸？尤其是这样一位热血少年，楚风也是被夸得开心，不由问道：“你似乎很喜欢这楚风？”“喜欢，当然喜欢啊！这个世道到处都是尔虞我诈，亲兄弟都能因为利益反目成仇，无数人更是被所谓朋友坑得倾家荡产。如楚风这般敢为朋友赴汤蹈火，生死无惧者，简直就是这世界的一道光。我想，除了7届圣府和那些被楚风揍过的远古种族，应该没人不会喜欢楚风吧。不过那种人物对于我们来说太远了，所以我最喜欢的不是楚风，是石墨大人。”“石墨大人是谁？”楚风问。而后经过少年讲述，楚风才得知，这石墨大人是来自神体天府的一位修武者，虽早已不是小辈，但是还不足1000岁，在修武界动辄几万寿命而言，算是年纪很小了。而这石墨则已有3品真神的修为，确实算得上天才了。毕竟这种修炼速度来推断的话，再给他上万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，是有机会修炼到真神巅峰的。真到了这种修为，那在神体天府，那也绝对是顶尖人物。而这石墨大人因缘际会下与他们结识，哪怕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他们，是一位很好的人。在少年来看，能遇到石墨大人就是上天给他们的福报，而这石墨大人也自然成为了他的偶像。少年非常健谈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，不知不觉便过去了3个时辰。只是这3个时辰内，除了楚风外，竟没有第2个人来品尝他的花茶，哪怕是免费的，也没人来。楚风知道为何如此，有些人自命高贵，觉得便宜没好货，可这花茶未饮，如何辨别是不是好货？那就从它的主人来辨别。他们看不起少年，自然也就看不起少年的东西，尤其是吃的东西，他们甚至会觉得吃了少年的东西会脏了自己的嘴。楚大哥，我们走吧。可少年却一点也不气馁，反而直接叫楚风上了马车。对于这种状况，他似乎早有意料，完全接受。话说，你为何要把你做的花茶送到这里？楚风问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楚风大哥真想听？少年问。想听。楚风道。随后经过少年讲述，楚风得知具体经过。别看少年现在看着落魄，但本是出自一个富贵家庭，可其实他们家族皆是修武平凡之辈，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财富，是因为他们祖上曾帮助过一位落魄的修武者，后来那位修武者取得了一定成就，便回来报恩，自此他们家便拥有了一定财富，祖祖辈辈也有机会修炼了。所以他们家的祖训就是一定要做好人好事，因为做好人是会有好报的。
那你们有好报了吗？楚风之所以这样问，是看少年现在的样子，明显是落魄了。哎，外人都不提了，家族内都是尔虞我诈，到了我爷爷那一辈，更是因为家族内部争斗，被直接驱逐出了家族，但却因祸得福了。因为后面有一个势力洗劫了我们家族，一个活口没留，我爷爷则因为被驱逐出了家族，躲过一劫。虽然被踢出了家族，但我爷爷也是有一些积蓄的，与普通人比，日子也算过得不错。但在我父亲刚出生不久，我爷爷遇到了一位身负重伤的修武高手，得知那位修武高手竟是被爱人与其信任的师兄背叛，偷袭之下将其打成重伤后，我爷爷便不惜散尽家财帮其购药疗伤。那位修武高手临行前便给了我爷爷一个保命之物，说若是报仇成功，定会回来感谢我爷爷。虽然那位修武高手没有再回来，想必是报仇失败了，可我爷爷一直觉得这件事做得对，且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好人好事，做好人好事是会有好报的。虽然自打我父亲那个时候开始就没过过好日子了，可我们一直听从爷爷的，要尽可能的多做好事。我呢也做不了什么，就想着这里的人多，反正我们住的也近，就想让大家免费品尝一下我家祖传的花茶。少年道：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吧？每次都这样没人喝吗？楚风问：大多数时候都如今日这样吧，其实也正常，毕竟来这里的大多是外来的修武者，他们都是有些身份和实力的，是见过世面吃过好东西的，不喜欢我们家的花茶也是正常。少年道：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来送呢？楚风问：因为有几次我遇到了如楚大哥这般很喜欢我家花茶的人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是有意义的。少年道：所以你不是被爷爷逼迫，是自己喜欢？楚风问：是啊，我觉得我呢也没有修武的天赋，是注定没办法成为修武高手了，但做这些事我也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。少年道：楚风面露笑意，觉得少年的品性难得，尤其是他也知道这个世间有那么多尔虞我诈以及不好的一面后，还能这样做更显难得。那假如你有能力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那我就不送这种花茶了，我要研究一个真的对修武者有帮助的花茶，然后再送给大家。少年道：那就要一抢而空了。楚风道：那也太好了。少年反而很兴奋，但却又笑道：不过是不会有那一天的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不会有那个能力的，哈哈。看着少年如此，楚风则是问道：你是真的相信好人有好报啊？信啊，我们全家都信，况且我们也确实得到了福报啊，能遇到石墨大人就是我们一家的福报。少年道：你家在哪？指个方向。楚风道：在那边。而少年也是给楚风指了一个方向，顺着少年所指方向，楚风望去，在他视线中所有拦路之物消失，最终锁定在了一座城池。城池不是很大，但却人口密集，家家户户都很热闹。楚风很快便在那城池外围找到了一个很像少年家的院子。院子简单，房子简陋，屋内躺着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迈的老者。老者是因为年纪太大了，但其实也不是很大，1000多岁而已。可这1000多岁，因为老者修为太差，便已经沦落到了骨瘦如柴、卧床不起、全身机能退化、随时会死的地步。至于中年男人，则是患病了，但在他的脸上还是能够看到与少年相近的脸庞。除了这2位男子外，屋内还有一位妇人正在照顾这2位，想必便是少年的母亲了。至于院子内，一个青年男子正在修炼，他看起来也就20多岁，正在修炼武技，但天赋很差，在楚风看来，可以看一眼就能掌握的武技。男子反反复复修炼其中的一个招式，却都修炼不到精髓。看来问题不是在他们自身，是外力。楚风忽然道：这话只有界灵空间内的人听到，是说给蛋蛋的。怎么讲？蛋蛋知道楚风必然是发现了什么。那整个城池的人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狱宗的气息，而且城池中有一些天赋较好的孩子，莫非他们是被狱宗的人当作养料圈养了？蛋蛋问。将修武者当作修炼资源，本来就是邪门歪道常做之事，而狱宗虽然自封正统，但实际上是公认的修武界最邪恶的邪门歪道，不顾人家反对，直接种入狱阴，就已经丧尽天良，所以他们做这种事非常的正常。有这个可能？楚风道：要帮帮他们吗？蛋蛋问。没遇到也就算了，遇到了总不能不管。楚风道：蛋蛋点了点头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楚风。楚风虽然修炼一直都是以保护亲朋好友为目的，可是蛋蛋知道楚风也是一个心怀正义之心的人，向来看不惯欺负弱者这种事发生。何况现在狱宗做的事情是在草菅人命，虽然那马车速度很慢，可楚风稍微动点手脚，他行事的速度便快了许多。没多久，那座城池便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怎么今天这条路
变得格外短啊。少年叹道。因为楚风手段高明，他就连一点不对劲都没有察觉出来，只是发现回家的速度变快了。至于少年的家，也正是楚风之前所确定的。爷爷、爹、娘、大哥，我带回来一位客人。少年还未进门，便兴奋地大喊起来：“来客人了，欢迎欢迎！”少年的大哥最先走了出来，随后少年母亲也是搀着他父亲走了出来，就连躺在床上的爷爷也是笑得咧嘴，露出口中仅剩的几颗牙。这一家人都很热情，得知楚风喜欢他们家的花茶，就连其爷爷也非要当面与楚风唠唠。于是楚风便走进屋内，与一家人盘膝而坐，交谈了起来。其爷爷自然也讲述了一下他当年倾家荡产，帮一位修武高手疗伤，助其复仇的故事。当提及那位修武高手可能复仇失败，已经死去后，他没有丝毫后悔，反而伤心落泪。这期间，楚风不仅拿到了花茶的配方，还拿到了他们培育的花茶种子以及茶叶。但楚风来这里可不仅仅是为了这花茶配方，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你们知道玉宗吗？楚风话锋一转，使得屋内的氛围都有些变了。玉宗？当然知道，那可是这修武界最邪门的势力。少年道，也是最该死的势力。少年大哥补充道。随后楚风便继续打探，想询问有没有玉宗的人来过这里，但他们却说没有。可这全城池的人都有问题，那便说明他们都遭遇过相同的事。而楚风已经观察过了，这里的共同的饮用水以及食物都没有问题，那么问题很可能就出现在了人的身上。而后楚风得知，之前少年口中的石墨大人每年都会来到这里3次，给他们送一些丹药，并且家家户户人人有份。得知此事后，楚风心中有了数，看来是那石墨所为，他不是神体天府的人，是玉宗冒充的。淡淡说道，也有可能是玉宗打入神体天府的奸细。楚风道，